多亏白衣是妙手。你们在做什么？赵宁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位是白芷，军中的女医。我前日受了刀伤，白芷正在为我包扎。夫人，是白芷冒昧踏入了将军和夫人的卧房，只是将军这伤口实在耽误不得，所以才……白姑娘辛苦，既是包扎伤口，为何不叫丫鬟在旁伺候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传出去只怕不妥。夫人说的是，可将军这伤在手臂，需褪去上衣才能包扎。丫鬟们胆小，见了血便手忙脚乱。白芷身为医者，眼中只有伤病，没有男女之防。将军府的丫鬟不是摆设，以后将军受伤，自有府中人照料，不劳白姑娘操心。白芷明白，白芷这就告退。这件外衣是将军说我穿的太单薄，怕我在军中受凉转赠给我。我本不该收，但将军盛情难却，只好收下。云谦，这外衣是我给你织的，你怎么能……我晓得，只是最近天气极寒，白芷缺少衣物，我便随手送了。不过是一件外衣罢了，值得你如此在意。一件外衣罢了，你可知这是我织了2个月才做好的？日夜赶工，就怕你冬天受凉。夫人若是在意，我这就还给夫人。是白芷不懂事，不该收下将军的东西。你用过的，我嫌脏。赵宁，为了一件外衣，你至于做出此等粗鲁行为？他竟没看出白芷是在演戏，眼里只有他的柔弱。白芷也是一片好心。我看你是在内宅待久了，眼界越来越窄。如今我是大将军，每日军务繁忙，一件衣裳只是身外之物，你何必如此斤斤计较？我斤斤计较？爹娘，爹娘，萧云谦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张儿别乱叫，这不是在军营。夫人别误会，这孩儿不是将军的，是我和夫君的。我夫君是军中将士，去年战死沙场，留下我们孤儿寡母。将军仁厚，收留了我们母子。萧云谦，所以你就准许他叫你爹，还把他们母子安置在将军府。赵宁，白芷的夫君是为国捐躯的烈士，他一个人带着孩子无依无靠，我身为将军，难道不该照顾烈士遗孤吗？是该照顾烈士遗孤，可这件事你从未和我商量过。我堂堂大将军，连这点小事还要与你商量？你把他们接到将军府来住，把我的外衣送给他，让这孩子叫一声爹，这还算小事。夫人息怒，是白芷不好，不该让小孩子乱喊。来人，把张儿带下去，给他拿些点心。爹，我一会儿还能来找你吗？去吧，听话。夫人，白芷在城中并无房产，夫君去世后租金付不起，是将军好心才让我们暂住府中偏院。夫人若是不愿意，白芷这就收拾东西，带张儿离开。赵宁，够了！这孩子是我军中部下遗孤，白芷孤身一人，孩子还小，你让他们如今去哪儿？他爱去哪儿去哪儿，与我无关。将军，白芷多谢您这些日子的收留之恩。既然夫人容不下我们，白芷不敢再多留，我这就带张儿离开，绝不拖累将军。青竹，夫人，帮白姑娘收拾东西，送她离开。
青竹，放下！萧云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秦昭宁，其他士兵在军中都有相应的住所，白芷是军中医官，你要将白芷他们母子2人赶出去，传出去让军中将士怎么想？你将我置于何地？哦，那依将军之见，他就该住我的卧房。我只是觉得你不必把事情做得这么绝。我做的绝，萧云谦，我的衣服穿在他身上，他的孩子管我的夫君叫爹，你还说我做的绝？那孩子的事我不是解释过了吗？他只是我收的义子，白芷是照顾我的医官，你何必揪着不放？昭宁，你别忘了，当年我也是你父亲收留的遗孤，我和你一起长大，你父亲待我如亲生儿子，怎么到了你这里，就连一个孤儿寡母都容不下了？你拿我父亲压我？我不是压你，我是提醒你，你父亲当年能收留我这个外人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学学他的大度？我父亲收留你，是因为你父母为国捐躯，你是烈士遗孤。可我父亲可没平白无故带回来一个女人，让她穿我的衣服，住我的房子，还让他的孩子叫爹。秦昭宁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不可理喻？萧云谦，你说我父亲大度，我父亲把毕生心血交给了一个外人，结果这个外人现在连最基本的尊重都不肯给我，这就是你报答我父亲的方式。昭宁，这和尊不尊重无关。况且白芷懂医术，留在府中，万一你身子不适，或者是府上有人生病，他也能照应一二。你就当是府中多养了个大夫，何必非要赶尽杀绝？将军府缺大夫吗？将军府养着3位府医，个个都是杏林高手。你告诉我，府中需要一个军中医官来照应？秦昭宁，你到底想如何？我已经与你解释了，孩子是义子，白芷是医官，你非要揪着这点小事不放，你爱如何想就如何想，我不想再与你争辩。白芷，拿上衣物，随我来偏房。将军留步！白芷，这么晚了，你为何还在这儿？将军，夫人她把我和张儿从偏房赶出来了，说偏房是给有身份的人住的，我和张儿不配，让我们去住柴房。将军，柴房又冷又潮，张儿还这么小，我不怕吃苦，可张儿她夜里冻得直发抖。秦昭宁，他到底想如何？我这就去找他理论。将军，使不得！夜色已深，夫人这时候怕是已经歇下了。将军若去吵嚷，又要说白芷挑拨离间了，偏房更加住不上了。也是。我听闻夫人今夜去了老将军府上，不在家中，将军卧房空着，能不能让我和张儿借住一晚？就一晚，张儿她真的不能再受冻了。罢了，你先带孩子去卧房歇着吧。赵宁那里，我明日跟他说。将军大恩大德，白芷无以为报。快带孩子去吧，别冻坏了。夫人，您一夜没合眼，先回房歇息吧，我让人打水来。你们为何会在我的卧房里？夫人息怒，是将军让我和张儿住在这里。萧云谦，你竟然让他睡我们的床！白芷，你记住，这张床是我和将军的婚床，你睡在上面就是在打我的脸。青竹，在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杖责100，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换掉，我嫌脏。是。夫人，不要啊！白芷，
这100丈是让你记住，将军府有女主人。夫人饶命啊！娘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秦昭宁，你为何要杖责白芷？我为何杖责他？萧云谦，他一个外人，睡的是我和你的卧房，用的是我的梳妆台，撕毁的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家书，这每一封都是我父亲亲笔所写，每一封都是他在战场上抽空寄回来的。你问我为何杖责他？还不是因为你虐待白芷和张儿，让他们睡柴屋，我才出此下策。是你对不起他们在先。我虐待他们？他就是这么跟你说的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把他们母子2人从偏房赶出去，让他们住柴房，又冷又潮，张儿都冻病了。白芷一个寡妇，带着孩子无依无靠，你身为将军夫人，不体恤也就罢了，还处处刁难。萧云谦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亲眼看到我将他们赶进柴房了吗？我是没亲眼看到，但白芷不会骗我。不会骗你，他如今说什么你都信。萧云谦，你说我虐待他，到底是谁在欺负谁？不就几封家书，有什么好计较的？白芷又不是故意的，她可能只是不小心。不小心？他把家书从匣子里翻出，一张一张撕碎，这叫不小心？昭宁，能不能不要因为这些小事纠缠？如今，你与以前那个温柔体贴的昭宁简直判若两人。我变了，萧云谦，是你变了。你忘了父亲临终前你是怎么发誓的吗？你说此生只真爱我一人，只疼我护我。够了，别拿你父亲压我。我之前对你的承诺从未变过，我现在只是就事论事。好，那今日之事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什么处置？你把白芷打成那样，我还没跟你算账。总之，以后我不会再容忍你这么胡闹任性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昭宁，爹一直认为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。爹在军营又掌握了最新的兵法，等爹回来教你。父亲，您说的对，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。从今往后，女儿只能靠自己了。夫人，您的旧疾又犯了，要想护住将军府，眼下最棘手的，得先将旧疾治好。去把皇上赏赐给父亲的天山雪魄莲拿来。夫人，正要和您说此事，将军要将天山雪魄莲给白芷姑娘服用，刚带着白芷姑娘已经往老将军书房去了。什么？我父亲立下累累战功，才从皇上那得来一颗天山雪魄莲，他竟然要给一个外人女子服用。是啊，您这些年旧疾缠身也都舍不得动，为的就是给将军以绝后患。立刻随我去父亲书房。将军，老将军当年亲口下令，此书房除了夫人，任何人不得踏入半步。如今我身为将军，昭宁是我的夫人，为何不准我入内？属下不敢违令。将军，算了，白芷的伤不打紧，别为难将士了。什么不打紧？你的伤要是落下病根，我拿什么赔你？我再说一遍，让开！将军恕罪，卑职不能让。信不信本将军砍了你们的脑袋？将军要杀属下，属下不敢反抗，但老将军的令，
属下死也要遵守。让开！我数到3、1、2。找到了。萧云谦，天山血魄莲你不能动。萧云谦，你带着一个外人闯进父亲明令禁止外人进入的书房也就算了，还想把天山血魄莲给他。白芷受这么严重的伤都是因为你，将血魄莲给他，应该的。天山血魄莲是皇上赏赐给父亲的，父亲临终前留给我，说是给我保命用的。你有什么资格把它拿走？保命？你身子好好的，要什么保命？白芷的伤是你打的，你不该负责吗？所以你为了他，闯父亲书房，为父亲一命，还要拿走父亲留给我的救命药。不就是一颗药吗？回头我让人再找一颗就是。再找一颗？萧云谦，这是天山血魄莲，100年才产一颗，你上哪儿找？赵宁，你能不能善解人意些？白芷的伤很严重。严重？好，很好。青竹去把溥仪叫来，我要当着将军的面让溥仪验一验白芷的伤到底重不重，需不需要天山血魄莲？是。将军，白芷的伤不重，真的不用。夫人说的对，这药是留给夫人保命的，白芷不敢要。赵宁，我现在命令你把血魄莲交出来。萧云谦，你为了他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。赵宁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不想跟你争执，我现在只是想要天山血魄莲，你把药给我，我立刻收到。我是你的妻子，你为了别的女人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萧云谦，你还是人吗？我说了把药给我，我马上收到。血魄莲，我是不会。萧云谦，将军，别说话，快服下。父亲，您服下这药吧。皇上说了，这药能续命，至少还能多活些时日。赵宁爹早晚都要走，这药留着给你。你身子弱，战场上落下的旧疾以后用得着。不，父亲，您快服下。听话，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平平安安，这药就是爹留给你的最后念想。父亲，女儿对不起您。您留给女儿保命的药，女儿没能守住。夫人，您怎么了？夫人旧疾复发，又添了新伤，需要立刻调养。她没事，就是摔了一跤。夫人，谢谢您的一片好心，白芷铭记在心。
将军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？萧云谦，你护着他，我便让你看看谁才是这座将军府真正的主人。夫人，这是……这是我从陛下那里为你求来的。昭宁，姑父你交给了云谦，爹不拦你，但若他变心，拿着这个去找皇上，皇上会交给你另半枚虎符。有了虎符和这道圣旨，能助你夺回兵权。父亲，您说的对，人心会变，真情一转瞬即逝。萧云谦，你既然选择了那个医女，就别怪我，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青竹，备车，进宫。秦昭宁，你父亲秦怀远是朕的股肱之臣，你也是朕看着长大的。今日你求见朕，所谓何事？皇上，臣女今日前来是为2件事。第一件，臣女请皇上准许从萧云谦手中夺回兵权。这是你父亲临终前求朕留下的，说若有一日萧云谦负了你，这道圣旨便是你最后的依仗。你可想清楚了，一旦拿回兵权，便是与萧云谦彻底决裂。你若与他相争，朝中难免有人非议。臣女不在乎外人的非议，如今萧云谦为了一个医女，闯父亲书房，毁父亲一命，夺臣女救命药，甚至将刀架在臣女脖子上。臣女不能让父亲留下的军队落在忘恩负义之人手中。你父亲在世时曾与朕说过，秦家军只认虎符，不认人。若你要夺回兵权，须得有虎符。臣女手中有皇上的这道圣旨，若皇上赐臣女另外半枚虎符，圣旨和虎符兼在，就能让秦家军重归秦家。好。秦昭宁听旨，朕今日赐还于你另半枚虎符，准许你重掌秦家军。臣女叩谢皇上隆恩。起来吧。你说有2件事，第2件是什么？请皇上准许臣女休夫。休夫？你可知，外人只会认为你是弃妇，是被休掉的将军夫人。皇上，臣女不在乎外人如何说，臣女只在乎从今往后不再被任何人践踏尊严。秦昭宁，你与萧云谦青梅竹马，朕当年还喝过你们的喜酒，如今走到这一步，你可曾后悔？皇上，臣女后悔的不是今日名声被毁，臣女后悔的是7年前把虎符交给了他。朕准了，从今日起，你与萧云谦再无夫妻之名。臣女叩谢皇上。萧云谦那边，朕会叫人传旨。皇上，臣女想亲自去说休夫之事，若是萧云谦不准，再传旨下去不迟。为何？臣女想让他亲耳听到，不是他萧云谦休妻，而是臣女要休夫。好，朕准了。手有没有事？将军，就是不小心烫了一下，不必担心。还说没事，都烫到了，你还受着伤，熬什么药？府里有府医，用得着你亲自动手吗？白芷不想麻烦府医，再说夫人不喜欢我，我怕请府医来又惹夫人生气。白芷贱命一条，这点小伤不碍事的。你去哪儿了？一整天不见人影。萧云谦，我有话与你说。你萧云谦已被我秦昭宁休夫，你我2人今日再无夫妻名分。你说什么？休夫？将军，都是白芷不好，夫人误会了，白芷这就走。秦昭宁一回来就闹，就不能消停点？你把白芷打成那样，弄得她要自己熬药，她不小心烫伤了，我关心一下怎么了？你至于拿休夫来威胁我吗？她烫伤，就这小小一点红，你管这叫烫伤？
夫人，这烫伤实在疼得厉害，白芷没有说谎。疼得厉害，萧云谦，兴许今天你不在将军府，他也不会烫伤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你前脚刚到，他后脚就烫伤。你不在的时候，他怎么不烫？偏偏你来了，药罐就端不住了。夫人，我伤还没好，自己熬药已经很艰难了，不小心烫了一下，您还要说我是故意的。将军，你要为白芷做主啊！秦昭宁，够了！白芷一个弱女子，手劲不足，断招不稳，有何不可？倒是你，从她进府那天起，就处处针对刁难她。萧云谦，你是真看不出来，还是不想看出来？我只看到你越来越不可理喻。以前那个温柔体贴的昭宁去哪儿了？你看看你现在，满身戾气，动辄打骂，连孤儿寡母都容不下。秦昭宁，把休书收回去，这件事我就当没发生过。另外，给白芷道歉。道歉？萧云谦，你说让我给他道歉？你把他打成这样，又冤枉他故意烫伤，不该道歉吗？白芷，你过来。秦昭宁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当着我的面，还想对他动手？白芷，你住进将军府这些日子，睡我的床，让张二叫爹，撕我父亲的家书，骗走我的救命药，你做这些是为了什么？你是想取代我做这个将军夫人，对吗？夫人，白芷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白芷只是无依无靠，承蒙将军收留。夫人若是不信，白芷愿意以死明志。秦昭宁，你逼死他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舍身明志，你若真有这个心，就不会一步一步走得这么稳当了。秦昭宁，萧云谦，该道歉的人不是我，是他。他觊觎将军夫人的位置，做尽龌龊之事，是他该跟我这个真正的将军夫人道歉。夫人，我没有。秦昭宁，适可而止。白芷不过是个可怜的寡妇，你非要这样羞辱她？羞辱她？萧云谦，真正羞辱我的人是你。7年前，我把虎符交给你，把医生托付给你。曾经你向我父亲承诺会护我一生一世，如今你是怎么对我的？罢了，既然你们两情相悦，我便成全你们。从今往后，你娶她也好，纳她也罢，与我再无关系。秦昭宁，我堂堂镇北大将军，哪有你休我的份儿？你是我的妻子，休夫，亏你想得出来。萧云谦，你以为你不准许，我便没办法了？你什么意思？哼，我认定不想改变的事，没人能够阻止我。青竹，夫人，去一趟宫里找李公公，请他带着圣旨来将军府传旨。是，夫人。哼，昭宁，你父亲秦大将军都不在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救兵可搬。原来是我父亲不在了，你便敢如此待我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对你的心意从未变过，是你自己疑神疑鬼，处处针对白芷。你父亲若在天有灵，看到你现在这副模样，只怕也要寒心。我父亲若在天有灵，看到你如今的所作所为，只怕会后悔当年收留了你这个白眼狼，后悔教你习武练功，更后悔将他的宝贝女儿许配于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。秦昭宁，你……将军，夫人，宫里来人了，李公公带着圣旨已经到门口了。将军，莫非是皇上因为你打了胜仗，特地派人来赏赐的？皇上若是赏赐，到时候将军在朝中的地位更加稳固，秦昭宁就更不受宠，将军夫人的位置就是我的。昭宁，你听到了吗？李公公来了，只怕是皇上听闻我军大捷，特来颁旨嘉奖。是吗？那你就好好接着。臣萧云谦，恭迎李公公。李公公，可是皇上听闻我军大捷，特来颁旨嘉奖。果然是天赐良机，将军得了赏赐，我在府中的地位就更稳了。秦昭宁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你父亲死了，皇上若是再抬举将军，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萧将军，咱家今日前来，确实是为了传旨。臣萧云谦，恭请圣安。民女白芷，恭请圣安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笑吧，趁现在还笑得出来。镇北大将军萧云谦之妻秦昭宁忠烈之后，
贤良淑德，今奏请休夫之事，朕允之。从即日起，秦昭宁与萧云谦恩断义绝，再无夫妻之名。钦此。昭宁，你，萧将军，接旨吧。皇上说了，不得有误。回宫。父亲，您看到了吗？从今往后，女儿只靠自己。秦昭宁，你今日休夫，实则就是被我休掉的弃妇，以后不再是将军夫人。我倒要看看你一个人能去哪儿，怎么活下来。你以为你还是当初那个可以为所欲为的镇北大将军府大小姐？你父亲不在了，虎符在我手里，将军府的一切都跟你无关了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之间再无瓜葛。将军说的对，他什么都不是，一个被休的弃妇，能翻出什么浪花？夫人，你以为你还是那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？萧云谦，你大将军的日子不多了。秦昭宁，你给本将军站住！众将士听令，虎符在此，立刻随我去军营，夺回兵权。是。将军，您已经在这儿坐了一整天了，该歇歇了。这是刚熬好的参汤，您趁热喝了吧。放那儿吧。将军，如今夫人不，秦昭宁已经是被休掉的弃妇，将军府上如今缺个女主人。你提这个做什么？将军别误会，白芷只是觉得将军府不能一直没有主母。将军每日军务繁忙，府中大小事务无人打理，总是不便的。秦昭宁不过是在闹脾气罢了。她一介女子，无父无母，身无分文，能去哪？过不了几天，她就会乖乖回将军府求我。将军说的是，只是他那般对将军，将军还愿意让他回来？你不懂，他父亲临终前把他托付给我，我总不能真的不管他。也是，看来秦老将军没看错人，将军是个好夫君，只钟情于夫人一人。可惜他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他不在府上也好，至少不会有人苛责你了。你安心养伤，府中的事暂时由你照应。多谢将军抬爱，白芷一定尽心尽力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秦昭宁，我会让你看到，将军夫人的位置，早晚有一天是我的。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将军，属下方才在营门外巡视，看到夫人领着一支军队正朝军营这边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，他哪来的军队？将军，属下看得真真切切。夫人身穿银甲，身后跟着将士，正朝军营方向行进。看那旗号是秦家军的旗号。秦家军的旗号？他哪来的秦家军？虎符明明在我手里。秦昭宁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将军，他该不会是来夺兵权的吧？不可能，她一个女人能翻出什么浪花？我倒要看看她到底想干什么。秦昭宁，你这是又弄的哪一出？
秦昭宁，你带兵围我军营，想造反吗？还不够明显吗？萧云谦，我此次前来是为夺回兵权。夺回兵权，就凭你和你身后这几百号人？秦昭宁，你是不是修夫之后脑子不清醒了？将军说的对，你一个女人，又不会兵法，又不会武功，能翻出什么浪花？秦昭宁，你以为带几个人来就能从我手里拿走虎符？你知不知道这军营里有多少将士听我的号令？你知不知道北境10万大军认的是我萧云谦，不是你秦昭宁？你说完了吗？秦昭宁，我警告你，如今虎符在我手中，立刻带着你的人滚出军营，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情，以谋反之罪将你拿下。萧云谦，你口口声声说虎符在你手中，可你忘了这虎符是谁给你的？给了我的东西就是我的，凭你一个女人，还妄想拿回去？我是秦怀远的女儿。哼，秦怀远的女儿，你以为你父亲的名号能当饭吃？你以为这些将士们会因为你姓秦就听你的？秦昭宁，你是不是太天真了？你说要夺回兵权，你一个深闺妇人会兵法吗？会武功吗？你连军营都没进过几次，凭什么统领10万大军？将军说的对，你一介女子，又是被休掉的弃妇，什么都不懂，还妄想统领10万大军，真是痴人说梦。秦昭宁今日这一闹，将军只会更加厌恶的，而我在府中的地位只会更稳。萧云谦，你说我不懂兵法？你以前是会，自从那次对战受伤后，你在府中养病，几年过去了，你还会什么兵法？夫人，您已经看了一整天了，您的身子还没好利索，该歇歇了。云谦在战场拼杀，我却只能在府中养病，成了他的拖累。我不能一直这样，我要学好兵法，等身子好了，就能和他一起上战场，成为他的战友，替他分忧。夫人，您救急还没好利索，大夫说您不能练武了，您这样会伤身子的。我知道，但我没时间等。云谦在军营里一天比一天忙，我不能再待在府里什么也不做了，我不想被他落下。秦昭宁，你少在这故弄玄虚，你现在离去，你充营之罪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该走的人是你。我走？秦昭宁，你凭什么让我走？萧云谦，既然你说我不会武功，那敢不敢跟我比一场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我比武，若你赢了，我立刻带人离开，从此不再踏足军营半步。若我赢了，你交出军权。将军，别答应他，他这是在激你。秦昭宁，就凭你，也敢和我比武？怎么，不敢？不敢？我萧云谦驰骋沙场10年，会怕你一个深闺妇人？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你我之间的差距，好让你安心回家相夫教子。我倒要看看，在我手下你能撑几个回合。将军，您何必跟她一般见识？她一个女子，您赢了也不光彩。退下！来吧，秦昭宁。
夫人她真的能行吗？不知道，但夫人敢提出比武，应该不是一时冲动。赵宁，现在认输跟我回家还来得及。废话少说，动手吧。怎么可能挡得住将军的刀？他明明武功那么差。夫人的枪法怎么这么厉害？不知道，但这枪法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不可能！你在深闺多年，怎么会这般厉害？他怎么会赢了将军？这不可能！夫人她赢了，赢了！夫人赢了将军。萧云谦，你输了。不可能！你在府中养了7年的病，你怎么可能会武功？萧云谦，这7年我虽在府中养病，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练武、学兵法。萧云谦，我赢了，把虎符交出来。你以为你赢了一场比武，我就会将虎符给你？这7年来，是我萧云谦带着将士们出生入死，是我萧云谦在沙场上拼杀，是我萧云谦守住了北境。虎符我是不会交出来的。将军说的对，这军队是他的，凭什么交给你？你休想得逞！将军这是要反悔？不知道，但比武之前明明说好的。萧云谦，我再说一遍，我赢了。这北境10万大军认的是我萧云谦，不是你秦昭宁。就算你拿着虎符，将士们也不会听你的。你一个女人，凭什么统领大军？那倘若另外那半枚虎符在我之手呢？你说什么？另外半枚虎符在你手中？秦昭宁，虎符半枚在军中统帅之手，半枚在皇上手中，这是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。你连这个都不懂？夫人，你就算想夺回兵权，也该编个像样的谎话。祖制可没说陛下手中的半枚虎符不能交给我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做梦还没醒？你如今只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弃妇，皇上凭什么把虎符赐给你？那你看看，此物是不是虎符？这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萧云谦，我手中亦有虎符，你还有何话说？秦昭宁，你以为拿着半枚虎符就能夺回兵权？你太天真了！这北境10万大军是我萧云谦一手带出来的，他们认的是我这个人，不是一枚破铜烂铁。将军说的对，军队认的是将军，就算你拿着虎符，将士们也不会听你的。秦昭宁，这军队是我的，你休想拿走！不认我，难道还不认当今陛下吗？太宗皇帝定下祖制，持圣旨和虎符者斩奸逆，掌兵权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皇上怎么会？萧云谦，现在可服气！这军队是我的，是我萧云谦的，谁也别想拿走！萧云谦，你想抗旨，还是要谋逆？你若想死，我不拦你。
秦昭宁，你赢了。来人，把萧将军和这个女人带下去。是。将军，救我！救我！父亲，您看到了吗？女儿做到了。众将士听令，誓死追随大将军。将军，您不能进去，这是本将军的府邸，我为何不能进去？将军，这是秦将军的命令。将军说了，从今日起，这将军府没有他的准许，你不得入内。任何人，这本就是我的府邸，你敢拦我，给我滚开！将军，别白费功夫了。青竹，让秦昭宁出来见我。将军，秦将军说了，他不想见您。不想见我？我是他夫君，他凭什么不见我？将军已经休夫了，您与将军再无瓜葛。将军说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你。我什么都没做错，都是他在无理取闹。将军，您真的什么都没做错？将军，您好好想想，您做了多少对不起秦将军的事？我照顾烈士遗孤，有何不对？将军，您是真不明白，还是装不明白？那好，奴婢一件一件说给将军听。那件藏青色织锦外衣是将军挑灯亲手替您织的，您知不知道将军织那匹布织了整整2个月，他的手被针扎了多少次，眼睛熬红了多少夜？您倒好，转手就送给了白芷。您说，不就一件外衣？可对秦将军来说，那不是一件外衣，那是他的心。将军，您收义子，秦将军没有意见，可您为什么不跟秦将军商量？您让一个外人叫您爹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秦将军的感受？还有您让白芷睡卧房，将军，那是您和秦将军的卧房，您让一个外人女子睡在您的婚床上，您让秦将军的脸往哪儿搁？您说秦将军虐待白芷，让她住柴屋，可您知不知道，秦将军从来没有把白芷赶进柴屋，是白芷自己编的谎话。你说什么？将军，您被骗了。不可能，白芷不会骗我。不会骗您。将军，他说什么您都信，秦将军说什么您都不信。您一次次偏袒白芷，一次次越过边界。您把外衣送给他，把卧房让给他睡，把秦将军的救命药抢走给他吃，甚至为了他，把刀架在秦将军的脖子上。我没有。将军，您为了白芷，把刀架在秦将军的脖子上，把秦将军推倒在地，让他旧疾复发。您知不知道？秦将军当时躺在地上，眼睁睁看着你把天山雪破莲喂给白芷，他有多绝望？所以天山雪破莲是他的救命药。将军，您终于知道了。昭宁他从未告诉过我。将军，您可知道秦将军为什么不告诉你？秦将军怕您在战场上出事，想把那颗药留给您保命。秦将军怕您知道了，就不肯吃了。你说什么？天山雪破莲是留给我的？将军，你以为那天山雪破莲是什么？那是皇上当年赏赐给老将军的。老将军宁愿自己少活几日，也要把它留给秦将军。可将军说您在战场上出生入死，万一哪天受了重伤，这颗药能救他的命，要替你留着。这7年来，秦将军旧疾缠身，每到阴雨天就痛得睡不着觉。府医说，如果服下天山雪破莲，秦将军的旧疾就能根治。可秦将军不肯，他说我忍忍就过去了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将军，您不知道的事太多了，您怕也不知道秦将军的旧疾是怎么来的。旧疾不是当年在战场上受的伤吗？当年您被敌军围困，眼看就要命丧刀下，是秦将军替您挡了那一刀。原来是昭宁替我挡的刀。那一刀差点要了秦将军的命，
府医说，再深1寸就伤到心肺了。秦将军每到阴雨天就痛得直不起腰。我竟然忘了。除此之外，将军，您以为秦将军这7年待在将军府，就只是在养病吗？秦将军，他从未停止过练武，学兵法。将军，您的旧疾还没好利索，大夫说不宜大动，您这样会伤身子的。我要学好武艺，学好兵法，等身子好了，就能和云谦一起上战场。昭宁一切都是为了我，清楚。我想见昭宁，我要当面向他认错道歉。将军，您走吧。秦将军说了，他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您。昭宁，对不起。将军，秦昭宁他真的夺走了兵权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将军，您别这样一蹶不振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您在北京经营了7年，军中那么多将领是您一手提拔的，他们不会都听他的。只要您振作起来。闭嘴！都是因为你，是你想要将军夫人的位置，是你想要荣华富贵，才令我和昭宁反目成仇。将军，您怎么能这么说？我对您是一片真心啊。真心？你的真心就是穿着我昭宁的外衣，睡着我昭宁的婚床，撕碎他父亲的家书，骗走他保命的药。将军，那些事不是你也同意的吗？够了！昭宁说的对，我辜负了他，也辜负了老将军。我把他的救命药抢走，把刀架在他脖子上，我萧云谦猪狗不如。将军，你走吧，带着张儿离开北京，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将军，你要赶我走，我能去哪儿？你去哪儿都与我无关。将军，我错了，我是鬼迷心窍，我嫉妒秦昭宁，我羡慕他的身份，他的地位，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。滚！趁我还没改变主意对你动手之前，滚出北京。昭宁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出来见我一面，就一面。青竹，你说一个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快？将军，奴婢也不清楚。7年前，他把虎符握在手里时，眼眶都红了。他说会一辈子对我好，会像父亲一样守护我。可现在，我想明白了。从今往后，我秦昭宁只为自己而活，不为任何人委屈自己，不为任何人掉一滴眼泪。将军，萧云谦还在府外，已经跪了整整1天了。他一直喊着要见你，嗓子都喊哑了，怎么劝都不肯走。不见。可是萧云谦说他有重要的话要对您说。不见。从今日起，北境10万大军由我秦昭宁执掌。我秦昭宁在此立誓，必当继承父亲遗志，守护北境，保家卫国。誓死追随秦将军。我知道你们中有人怀疑一介女子能否统领大军，但我告诉你，我秦昭宁是秦怀远的女儿，从小在军营长大，熟读兵法，精通武艺。这7年，我从未停止过学习，从未停止过准备。萧云谦执掌兵权期间，虽然也有战功，但他偏听偏信，任用奸佞，甚至为了一个医女，闯我父亲书房，夺我救命药，刀架在我的脖子上。这样的将军如何能统领大军？如何能守护北境？秦将军说的对，我们支持秦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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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秦将军。他说的都是事实，我确实做了那些事，我怎么会对他做出那样的事？我怎么会？
将军，您吃点东西吧。我要见昭宁。秦将军说了，不见你。那我不吃。将军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我欠他的太多了。如果不见他一面，把话说清楚，我死不瞑目。昭宁，对不起。云谦，你看我给你织的外衣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很喜欢。以后你穿着它，就像我在你身边一样。昭宁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像老将军对我一样好。谁要嫁给你？我要娶你，这辈子我只娶你一个人。昭宁，是我违背了誓言，我辜负了你，也辜负了老将军。将军，萧云谦他在府外晕过去了，叫军医去看看。军医已经看过了，说是饿的，加上情绪激动，那就给他喂点粥。他不肯吃，说要见你。他这是在威胁我吗？属下不敢妄加猜测。带我去看看。将军，他怎么样了？虚弱过度，需要静养和进食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恐怕……给他喂粥。是。昭宁，我要见昭宁。你想说什么？你终于来了。有话快说。昭宁，对不起。如果只是说这个，那你可以闭嘴了。不只是这个。我想告诉你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。我不该为了白芷那样对你，我不该闯你父亲的书房，我不该夺走你的救命药，我更不该把刀架在你脖子上。说完了吗？还有，我不该忘了老将军的恩情，不该忘了我们之间的誓言。这3天，我一直在想我们以前的事，想你每次等我回来时站在门口张望的样子。那些都过去了。不，没有过去，在我心里，从来没有过去。昭宁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但我还是想告诉你，我爱你。只是我被权力蒙蔽了双眼，被白芷的花言巧语迷惑了心灵。现在说这些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我知道太晚了，所以昭宁，我不求你的原谅。我只求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弥补。弥补？你怎么弥补？你能让父亲活过来吗？你能让天山雪破莲重新长出来吗？萧云谦，从你为了白芷把刀架在我脖子上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再无瓜葛。如今我是北境的大将军，你也是被废掉将军之位的普通人，仅此而已。昭宁，给他喂粥，如若不吃，就灌下去。将军，您这样折磨自己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原谅我？秦将军现在统领大军，军务繁忙，您若真想弥补，不如先养好身体。哎，军医，我求求你，你告诉我，昭宁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那天在书房，他撞到书架，又旧疾复发。秦将军的旧疾本就未愈，那日有添新伤。天山血泊莲被夺走后，只能靠普通药物调养，恢复得很慢。天山血泊莲，我把他的救命药给了白芷，我真是罪该万死。将军，您咳血了。没事，老毛病了。将军，您的身体不能再拖了，军中事务属下可以代为处理。北境刚刚稳定，我不能倒下。属下明白。
要是天山雪破莲还在就好了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青竹，你说我是不是太狠心了？将军，您指的是……萧云谦毕竟是父亲养大的，将军，他对您做的那些事，哪一件值得原谅？哪是一个夫君该做的事？我知道，可是看到他如今的样子，我还是会想起以前的他。将军，人都是会变的，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萧云谦了。将军，萧云谦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禀报。什么事？他不肯说，只说必须当面告诉你。说吧，什么事？赵宁，你的救急，军医说你恢复得很慢，我知道，都是因为天山雪破莲。够了，我的身体不需要你操心。赵宁，我知道我不配关心你，但是我听说北境之外的天山，可能还有雪破莲，我愿意去找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，我也要为你找回来。萧云谦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弥补吗？父亲留给我的救命药是你亲手夺走，亲手喂给白芷的，现在去找还有什么意义？但是赵宁，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了，就算你永远不原谅我。随你吧。所以我恳请你给我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北境最近不太平，边境有异动，让我去探查，如果找到雪破莲，我就带回来；如果找不到，我就战死沙场，也算是对老将军有个交代。将军，奴婢认为北境最近频繁调动，需要加强边境防守，同时派人深入探查。他对北境地形熟悉，又懂北狄语言，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赵宁，我向你保证，就算拼上这条命，我也会为你找到雪破莲。我不需要你拼命，我要你活着回来，把情报带回来。赵宁，我就知道你还关心我。我只是不想父亲养大的人死得毫无价值。明日出发，准备一下。将军，你已经站了2个时辰了。萧云谦去了3天，还没有消息。我在想北狄的意图，他们突然调动兵力，到底想做什么？将军，边境急报，北狄骑兵突袭边境哨所，我军伤亡惨重。什么？立刻召集将领商议对策。雪破莲生长在雪山之巅，极寒之地。赵宁，等我，我一定会找到。赵宁，对不起，我一定会弥补你，将天山雪破莲带回来，将你的旧疾治好。不能死，我还没找到天山雪破莲，还没向赵宁赎罪。将军，北狄这次突袭很突然，而且目标明确，直接攻击我们的哨所，我怀疑军中有内奸。内奸？将军，萧云谦刚刚离开，北狄就发动攻击，这未免太巧合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萧云谦通敌？属下不敢妄言，只是萧云谦虽然犯过错，但他绝不会背叛北京，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哨所失守，边境防线出现缺口，立刻调兵增援，另外派人去查北狄的主力在哪里。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是狼群。将军，您去休息吧，边境的事儿明天再处理。青竹，你说萧云谦现在在哪里？应该在天山吧？他说要为您找雪破莲，天山险峻，他又是一个人，万一遇到危险……将军，您既然担心，为什么还要让他去？因为我想给他一个机会，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一个看清自己内心的机会。我执掌虎符，夺回兵权，让所有人都看到我秦昭宁不再是那个依附于人的将军夫人，
可我骗不了自己，当他奄奄一息喊着我的名字时，这里还是会痛。将军，我承载了太多伤害和背叛，我对他的爱或许还活在我记忆里，所以你才给了他这次机会。我要亲眼看看他是真心悔过，还是又一次的算计。若他真能找回血魄莲，能为北境舍命，那至少说明父亲当年没有完全看错人。我这7年的付出也不全是笑话。秦将军，萧大人让我务必亲手交给你。他在哪里遇伏？有多少人？天山下，北地有起不下30人。萧大人为护我送信，独自引开了他们，往断魂崖方向去了。传令，点旗轻骑300，随我即刻出发，驰援断魂崖。将军不可，军情紧急，北敌阴谋已现，您身为主帅，岂可轻身犯险？当以大局为重。正因我是主帅，才更要去。萧云谦带回的情报至关重要，他若被俘，我军部署危矣。何况他是我秦家军出去的人，是生是死都得由我秦昭宁带回。我父亲的兵没有丢在外面的道理。你留守大营，按此情报重新部署，加固防线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擅动。若我明日辰时未归，必按最坏情况处置，誓死守住北京。末将领命，将军保重。萧云谦，你最好活着，你的罪还没赎完。萧将军，别挣扎了，把情报交出来，我们给你个痛快。情报？你们不是已经拿到哨所了吗？我们要的是秦家军的布防图，还有那个女将军的弱点。你曾是北境统帅，一定知道。原来你们打的是这个主意，可惜我如今是秦将军的阶下囚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就算知道，也不会告诉你们这些蛮夷。上面有打斗声，留100人在此接应，封锁所有下山途径，其余人随我上山。是。药材，萧云谦，你为了这么个玩意儿拼命，真是可笑！哎呀，疯子！放下武器。撤！给他止血，别让他死了。是。将军，萧将军的伤势暂时顶住了，但还在昏迷，高烧不退。知道了，全力救助。是，只是萧将军昏迷中一直喊着您的名字，还有血魄莲。告诉他，血魄莲不重要。我秦昭宁的命从来不需要靠别人施舍的药来救，让他好好养伤，养好了还有债要还。萧将军，您醒了，真是命大。昭宁，他来了吗？秦将军军务繁忙，黑风谷战事在即，他吩咐属下全力救助您。血魄莲，
萧将军，将军让奴婢转告您，血泊莲不重要了，他的命不需要靠别人施舍的药来救。您好好养伤，养好了还有债要还。他说的对，我不配，我连赎罪的资格都没有。您的情报很有用，将军已经据此布置，北狄这次要吃大亏了，这也算是您将功折罪。折罪？青竹，我犯的罪永远折不完。这位军爷，能否通融一下？我想见见秦将军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他，关于萧将军的。秦将军军务繁忙，没空见你。是真的，我知道萧云谦一个秘密，他其实早就和北狄有勾结，这次出去就是通风报信。此话当真？你可知道诬陷的后果？千真万确，我亲耳听到的。只要让我见秦昭宁，我全都说出来。我会禀报，但你若敢胡说八道，军法处置。不敢不敢，秦昭宁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要让你和萧云谦彻底反目，永无宁日。将军，医女白芷声称有要事禀报，关于萧云谦通敌。哦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亲耳听到萧云谦与北狄勾结，此次外出就是通风报信。将军，此女奸猾，不可轻信。萧云谦此次带回的情报属实，且险些丧命。带他过来，是真是假，我自有判断。夫人，不，秦将军，白芷自知罪孽深重，不敢求饶，但有一事关乎北境安危，白芷不敢隐瞒。说萧云谦他早就对您怀恨在心，他恨您夺走兵权，让他身败名裂，所以暗中勾结北狄，许诺只要北狄助他重掌兵权。这次他主动请缨出去，根本不是找什么血泊莲，而是去和北狄接头，传递我军布防情报。证据呢？我亲耳听到他梦呓时说的，他还藏有与北狄来往的密信，就缝在之前那件外衣的夹层里。白芷，你编故事的本事还是这么拙劣。我没有编，将军若不信，可以搜他的身，搜他的住处。白芷，萧云谦他若真想通敌，就不会拼死带回真实情报，更不会在断魂崖为了那株没用的血泊莲，差点被北狄人砍死。那是苦肉计，是为了骗取您的信任。够了，白芷，你的把戏到此为止。你以为挑拨离间就能让我怀疑他处置他，你好从中得利，压下去，战后再行处置。至于你诬陷之事，数罪并罚。秦昭宁，你会后悔的。萧云谦他根本不爱你，他爱的是权力，他永远都会恨你。将军明鉴，此女心如蛇蝎。我知道萧云谦或许负我，但他不会负北境，不会负我父亲，这一点我从未怀疑过。至于爱与恨，早已与我无关。传令，明日按计划出兵。青竹，外面是开战了吗？将军亲自率军去了，按照你带回的情报布置的，定能打赢。他从来不需要任何人保护，是我一直低估了他。萧将军，您别多想，先养好伤。将军说了，您的债还没还完。是啊，还有债，可我如今这副样子，还能拿什么还？报将军，黑风谷大捷，我军斩敌8000，俘获3000，余者溃散逃入深山，已不成气号。我军伤亡仅1000余人，北狄此次元气大伤。将军，此战足以震慑北狄各部数年。将士们辛苦了，后代抚恤伤亡者，犒赏3军，俘虏严加看管，择日押送京城。另外，清查战果时，留意是否有来自我军内部的异常物件或信件。末将遵命。将军是担心白芷所言非全然空穴来风，真有内奸。小心无大错。此战大胜，内奸若存在，要么惊慌露马脚，要么会设法传递失败消息。盯紧些。是，将军。萧将军高烧已退，伤势趋于稳定，他恳请见您一面，说是有关于白芷说的内奸之事，想当面陈情。告诉他好好养伤，该知道的事我自会查明。白芷，
你挑拨将军与萧云谦关系，侵占主母卧房，毁坏老将军遗物，骗取救命药材，战时更诬陷将领通敌，扰乱军心，数罪并罚，证据确凿。按军法及秦将军令，一女白芷罪不可赦，判杖80，逐出北境，永世不得踏入半步。其子张儿年幼无辜，交由军中仪公营抚养，与罪母断绝关系。秦将军，你好狠！你赢了，你什么都赢了。可萧云谦呢？他为你差点死了，胳膊也废了，你连见都不见他。行行，你们谁也没赢，都是输家。萧将军，您怎么出来了？军医说您还不能走动。白芷被处置了。判了杖刑，驱逐。张儿去了遗孤营。青竹，替我谢谢他，谢谢他公允处置，给张儿留了活路。将军他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您的伤，将军吩咐用最好的药。不必安慰我，我了解他，无话可说，便是最终的态度了。这样也好，也好。将军，这是府中所有账目、库房钥匙及下人名册。白芷那女人的东西已全部清理焚毁，您看是否需要重新修缮布置？账目你继续管着，定期报给青竹核查。库房按旧例，府内陈设不必大动，干净整洁即可。我住父亲从前的主院。那我这就去把老将军的院子收拾出来。还有，府内所有萧字标记的匾额、器物全部撤换。从今日起，这里是镇北将军府。老奴明白。父亲，女儿回来了。这一次是以您女儿北境将军的身份，这座府邸，这片土地，女儿会替你，也替自己，好好守住。萧将军，伤口愈合尚可，但胫骨损伤太重，关节以后日常活动无大碍，但想恢复如常发力、挽弓提重物，恐怕难了。能保住这条胳膊，已是万幸。多谢军医。将军，秦将军吩咐，待您伤势稳定，可自行决定去留。若愿留在军中，可按伤残老兵例安排文书或训导新兵之职。若想离开，也会奉上盘缠。我知道了，有劳。将军，北敌溃兵已清剿完毕，边境暂时安宁。另外按您吩咐，暗中排查，在军营一名老火头军床铺下搜出了密信，人已被控制。果然有内鬼，审出什么了吗？嘴很硬，只说是多年前被北敌俘虏时，家人被挟持，不得已为之。按通敌罪，军法处置，公示全军，加强内部稽查，告诉将士们不可松懈。是。还有一事，萧云谦的伤势已无大碍，军医回报其左臂算是废了，他尚未对去留做出决定。知道了，按我之前说的办，他的选择是他自己的事，不必再报。是。萧云谦，你的债用一条胳膊和往后的岁月来还，够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的路已经与你无关了。老将军，云谦辜负了您，召您保重。什么事？将军，城门守卫来报，萧云谦他刚刚出城了，往西边荒野去了，就一个人，带着点干粮。将军，西边荒野百里无人烟，他还有伤一个人。青竹路是他自己选的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他当年选择偏信白芷负我伤我时，就该想到可能有今日。我如今选择不原谅不回头，亦是我的路，不必再关注他的去向。北境百废待兴，边疆未稳，我们有太多事要做。去把边境新城上的屯田方案拿来。是，将军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将军秦昭宁忠勇兼备，智略超群，执掌北境以来，整军精武，大破北敌，边境俨然功在社稷。钦此。臣谢主隆恩。侯爷，
皇上私下让杂家带句话，秦老将军在天有灵，必感欣慰。北境交给你，他放心。望侯爷永镇北疆，保我山河无恙。请公公回禀皇上，秦昭宁必不负皇恩，不负父亲一日。北境在，秦家在。侯爷，您做到了，老将军在天上一定很高兴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父亲的基业，是将士们的血汗，是北境百姓的信任。老将军，昭宁他做到了，他把北境守住了，比我守得更好。我这辈子做过最错的事，不是打了败仗，不是丢了兵权，是辜负了他，辜负了您。侯爷，有人在城门外留了一样东西。是一个穿着布衣、左手残疾的人放在门口的，放下就走了，一句话没说。他把踩碎的那些一片一片捡回来了。侯爷，他收起来吧，放到父亲的书房里。是。父亲，他把雪破莲的残株送回来，可是有些东西碎了，就算拼凑起来，裂痕也还在，就像我和他之间。侯爷，夜深了，你已经连着看了3个时辰的军报。北境刚稳定，不能松懈。北敌虽败，但元气迟早会恢复。我要在3年内筑起一道他们永远无法逾越的防线。侯爷，今日城门守卫说，有人在城外3里处的破庙里看到了萧云谦。看到了谁？他没走远，就住在那座破庙里，每天砍柴挖野菜，像个普通的庄稼汉，左手还是使不上力，日子过得很苦。他选的路与我无关。他送回来的那株雪破莲残株，你让奴婢放在老将军书房。奴婢去放的时候，发现包裹里还多了一样东西，是一幅画，画的是老将军府庭院里的那棵老槐树，树下站着2个人，一个穿银甲，一个穿嫁衣。画的背面写着一行字，画的真丑。收起来吧，和雪破莲放在一起。是。老将军，您看到了吗？赵宁把您的旗帜插得更高了，刻得不好，左手废了，只能刻成这样。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赵宁，这个就当我还欠你的。